咁啊，今集嘅內容咧係非常之豐富噶，我哋會非常詳細嘅咁繼續同大家去跟進一下大移美法案對美國觀眾大家影響噶。咁啊，隨住我哋嘅參議院經過咗26個鐘馬拉松式嘅辯論啦，46次表決去投票之後咧，呢個大移美法案經過咗一定嘅修改之後，終於喺我哋嘅副總統嘅參與之下，以51票對50票咧正式通過。咁啊，出片嘅呢一刻咧嗰個法案就應該仲係喺眾議院嗰度審議緊啦。咁啊，今集咧我哋會延續我哋上一集講過嘅嘢啦。當然係會繼續嘅去聚焦關於醫療保險方面嘅嘢啦。畢竟其實呢個都係呢個法案入邊最重要去 cut 我哋嘅開支嘅其中一部分啊嘛。咁但係除此之外咧今集我哋都係會講埋一啲關於係國債啦、稅務啦、教育啦、國防啦、移民等等方面呢個嘅法案提出嘅提議咁然後分析一下，一旦通過嘅話咧呢個嘅法案對美國未來嘅政治嘅格局啦，同埋我哋嘅經濟有啲咩嘅影響咧？咁再一次嘅歡迎你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咁上一集我哋提到過，眾議院通過嘅版本咧係有1018頁。今日我哋會繼續講解參議院嘅版本。呢個嘅版本咧係有887頁噶。對原本嘅法案嘅內容咧進行咗唔少嘅修改啦。咁所以啦，Tommy 都好想借呢個嘅機會同大家去詳細嘅去解釋。當然啦我只有好少嘅時間去睇呢份嘅文件。所以如果今段嘅片入邊咧有任何錯漏嘅地方啦，都好希望各位嘅網友咧就唔好吝嗇都喺下邊嘅留言去指正我至於政治上面嘅討論啦，我哋就留翻喺下一集我哋會繼續講噶。而如果有心睇呢兩個版本嘅朋友咧，你都會大概知道咗參議院同眾議院喺議事同埋編寫方案方面咧係有一啲好微妙嘅分別噶。例如喺上一集我咪強調過，共和黨喺眾議院入邊不斷去強調非法移民呢個嘅詞語嘅，佢哋嘅原因就係要去混淆大眾嘅視聽，令到人哋以為削減福利嘅咧就只係針對呢一班人。但係嚟到參議院嘅版本啦，所有有關於非法移民呢個嘅詞語咧，卻係通通嘅俾人刪除咗。如果你嘗試留意一下呢啲嘅細節咧，其實都會令你更加去認識我哋美國同埋美國嘅政治噶。咁呢條嘅法案啦，最重要嘅嗰部分，當然就係上一集我提到過噶，有關於醫療保險方面嘅開支嘅削減啦。就係令人錯愕嘅係咧，參議院嘅版本嘅削減嘅力度咧，竟然係比原本眾議院嘅版本更加大添啊！原本眾議院嘅版本削減嘅額度咧，大概係8000億，而新版本咧，竟然係增加到去1萬億添啊！我哋上一集咪提到過，會有1600萬嘅人去失去醫療保險嘅。但係根據新嘅版本，呢個嘅數字要更新成為1700萬。我假設你已經睇過上一集啦，所以有關嘅資料咧就唔再喺度重複啦。但呢一個嘅新版本咧，其中一個比較大嘅更變啦，就係去增加需要符合工作要求嘅人群啦。喺原本眾議院嘅版本入邊，年滿19歲到64歲嘅人咧，需要每一個月工作80個鐘。但係咧，係豁免所有正喺度照顧緊小朋友嘅家長噶。而嚟到參議院嘅版本，佢哋卻係規定，如果嗰個小朋友咧已經年滿咗15歲或以上啦，嗰個家長都要符合埋呢個嘅工作要求。咁亦即係話，佢哋會係被逼減少去照顧啲小朋友嘅時間。另外，削減開支嘅方法仲包括收緊認證過往工作時嘅回顧期，look back period。原本眾議院嘅版本係6個月，而參議院嘅版本咧係將佢縮減為3個月。呢個嘅講法聽起嚟好似有啲嘅複雜，我哋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去說明啦。根據提議，州政府咧係每最多半年咧係要為保險嘅持有人認證一次佢哋嘅工作時數。只要佢哋喺認證或者你新申請之前咧，但係上一次認證之後嘅其中6個月之間咧，有任何一個月係達到80個鐘嘅工作時數咧，就算係合格噶啦。例如如果你話認證嘅時候係7月，咁只要喺2月到6月中間咧，其中一個月做夠80個鐘咧，就好似如果係2月或者3月咧，都可以通過噶。但係根據新版本嘅做法，只有喺申請前嘅3個月之內咧嘅工作嘅時數，先係會被計算。呢一啲咧係會對一啲從事季節性工作嘅人咧係非常之不利噶。
例如你做農業啊、餐飲啊、旅遊啊等等嘅行業嘅員工啦，佢哋可能會喺某啲嘅月份工作好多個鐘，但係如果咁啱咁巧落唔喺呢3個月之內咧，就可能會被裁定為不合資格，從而去失去呢個醫療白卡嘅資格。然後另外一個嘅修改上一集有提過啦，如果一啲嘅進步嘅州份，例如我哋加州或者紐約州，自行去擴充白卡，去涵蓋其他唔符合規定嘅人士嘅話咧，聯邦係會針對佢哋去施以一個削減資助嘅懲罰。但係嚟到參議院啦，由於共和黨係希望繞過拉布嘅規則，只係需要簡單嘅多數去通過啦，佢哋就透過一個預算調和嘅制度去通過呢項嘅法案。咁但係呢一個嘅提議，經過咗議事嘅專員去評定之後咧，被裁定為政策性嘅提案，唔符合呢個嘅預算嘅程序，所以最後共和黨咧係被逼將呢個嘅提議去刪除啊。咁亦即係話啦，呢條嘅法案通過之後咧，好似我哋加州呢啲比較進步少少嘅州份啦，喺未來咧仍然係可以用我哋嘅財政嘅資源咧，為更多嘅居民去提供白卡嘅醫療服務噶。咁但係咧，你話我哋州政府本身嘅財政本身都係好緊絀嘅情況之下，我對呢一件事究竟能唔能夠繼續去持續咧？並唔係話好樂觀噶。然後仲有其他嘅修改啦，例如聯邦咧將係會限制對緊急醫療狀況嘅補助。咁喺美國啦，就算你係冇醫療保險都好啦，如果你係遇上一個比較緊急嘅狀態，你仍然係可以喺聯邦制度之下咧，獲得一定程度嘅緊急嘅醫療嘅補助噶。例如咧，我有位個網友啦，佢之前嘅女朋友咧，當時咧佢即使係冇我上一集提到過啦，即係嗰啲聯邦規定之下嘅一個合法身份都好啦。咁但係因為佢當時係需要生 BB 啊，佢仍然係可以攞到一個臨時嘅醫療嘅白卡，然後去接受一個緊急嘅醫療嘅保障噶。咁但係你話未來啦，聯邦係會縮減呢方面嘅補助嘅話咧，其實就變相令到呢啲嘅醫療嘅支出係邊個俾啊？當然就係嗰啲嘅州政府自己俾翻啲啦。而根據其實聯邦嘅法例啦，醫院咧都係依然係要去幫你去醫噶。當然你就嚟有問題啦，當然一定要醫你啦，呢個好正常嘅道德嘅問題。但係我哋可以預示噶，就係好多嘅醫院咧係會承受唔起呢啲咁大嘅開支啊。佢哋一係咧就將嗰啲費用轉嫁俾其他人身上啦，一係咧就係特別譬如你住喺啲嘅郊區嘅地方啦，因為嗰啲人唔係太多啦，可能最終咧係會執埋笠添啊。而另外一項係相類似嘅變動啦，就係聯邦咧將會限制州政府向醫療服務嘅提供者所徵收嘅稅金嘅比率啊。而家好多嘅州份咧，州政府都係會向呢啲嘅醫療機構咧去收翻啲嘅稅噶。而由於咧，其實聯邦俾佢哋嘅補助額咧係基於嗰個嘅冧心即係成個嘅醫療嘅金額啦。所以咧，其實州政府去打咗呢個稅咧，就係變相咧就令到嗰條數大少少啦，係嘛？變相就令到嗰個嘅補助額大咗啊。而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啦，加州喺上一次嘅大選入邊有一條都幾難明白嘅35號提案，佢背後提到嘅咧就係類似嘅做法啦。但係今次呢一個嘅法案咧，將會將呢一類型嘅稅金嘅收嘅上限咧，限制到喺2032年嘅時候，最多只能夠係3.5%。而上一集我咪同大家提過，其實削減醫療白卡咧，最直接受到影響嘅人咧，就唔係我哋呢啲住喺大城市啦，唔係住喺民主黨執政嘅州份啊，而係一啲即係冇乜人住啦，喺一啲紅州入邊嘅鄉郊地區啊。喺美國啦，如果你叫白車要等超過25分鐘先嚟到嘅嗰啲嘅地區咧，其實有好多嘅，我哋稱之為一啲嘅救護車嘅沙漠。即使我哋美國入邊咧，只有14%嘅人咧係住喺郊區，但係呢啲沙漠地區入邊住嘅人咧，卻係有一半以上咧都係住喺郊區嘅。當然啦，你話救護車沙漠形成嘅原因有好多嘅。除咗因為嗰啲嘅醫院咧起得比較遠少少啦嚇，畢竟嗰啲人口咁散啊嘛，住得。但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嗰個地方嘅資源不足啊。所以咧，你話如果要 cut 埋呢啲嘅聯邦即係啲嘅白卡啦，將係會對呢啲嘅郊區咧造成一個幾乎可以係冇辦法去彌補嘅傷害噶。所以啦，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啦，呢個都係點解參議院喺最後通過法案之前咧，多增加咗一筆5年之間500億美元嘅撥款，
係專門去支援呢一啲嘅鄉郊地區嘅醫院啊。咁但係當各位觀眾你去諗到啦，其實成個嘅削減嘅金額高達1萬億嘅時候，呢500億咧其實就係杯水車薪嚟嘅啫。咁啊，即係唔好話我哋要去縮減呢啲城鄉之間嘅差距啊，就連好基本嘅去維繫呢啲鄉郊地區嘅醫院咧，都係會成問題噶。無論如何，另外一個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咧，係有關於 Medicare 紅藍卡噶。咁啊，呢度有一個我覺得係比較唔人道啦，亦都唔公道嘅措施。同醫療白卡、Obamacare 同埋糧食券一樣噶，佢係只係容許包括住公民、綠卡或者少數嘅特殊嘅移民。咁但係呢一度咧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大家都知道啦，其實紅藍卡本身唔係一個福利嚟噶嘛。佢係喺你工作嘅時候因為你有交過即係 FICA 稅入邊有一個嘅 Medicare 稅噶嘛，咁即係話啦，如果你喺美國工作咗幾十年嘅，OK，咁其實你夾埋呢筆數咧，其實累積起嚟咧係非常可觀噶。咁但係當你真係年老嘅時候啦，咁你真係有需要去用呢啲嘅醫療嘅時候，你亦都原本已經俾過晒呢啲錢啦。咁但係卻因為你可能嗰陣時你做唔到公民或者做唔到綠卡持有人嘅話，就攞唔到呢一筆嘅錢，呢一筆嘅保險嘅話，你點樣睇都好，都係好唔公平啩。而對於我嘅觀眾群入邊啦，其實我呢度講緊嘅咧，就係嗰啲喺呢度合法居留，而即係你話擁有一啲嘅臨時保護身份啦、TPS 啦、難民啦、DD 啦、一啲嘅庇護資格等等嘅人士啊。如果你話佢哋成世人嘅，特別我哋而家咁嘅政治格局之下啦，都攞唔到綠卡甚至即係入唔到籍啦。到咗佢哋真係好老嘅時候，佢哋已經做唔到嘢啦。佢哋卻係連呢個咁基本嘅醫療嘅保險嘅保障，你都要剝奪埋佢哋嘅話咧，我係真心我係唔能夠去想像究竟我哋嗰個嘅社會有啲咩嘅後果啊！而除此之外，有關於紅藍白卡，即係 Medic 喺參議院嘅版本入邊啦，佢哋係取消咗喺拜登政府時代推動過嘅簡化嘅程序，就係去幫助大家去加入呢啲嘅醫療保險儲蓄嘅計劃 NSPs 嘅措施。如果大家係唔知道咩係 NSP 嘅話咧，都好建議你翻去睇翻我哋之前拍過嘅福利系列啦。呢度有一啲係會自動嘅幫你去認證你嘅收入嘅資格嘅流程咧，將來都係會被取消噶。而又根據 CBO 嘅研究，呢啲嘅改動咧係會影響大約130萬人，其中部分人嘅保費咧將會因此咁去提高噶。然後就係 Health Savings Account HSA 健康嘅儲蓄嘅賬戶。之前有一集我都同大家講解過 401k 啦、IRA 啦、HSA 同埋 FSA 係乜嘢嚟啦吓。呢度咧我哋就唔多講啦。簡單嚟講當你擁有一個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 HDHP 啦，由於個保費比較低但係個保障比較差啦你可以將你慳咗落嚟嘅呢啲嘅保費呢筆錢咧抌入一個 HSA 嘅戶口類似大家知道嘅 IRA 啦日後咧就係攞嚟俾你去用，譬如 Touchwood 啦，有一啲好大嘅醫療嘅開支噶。而如果你係有 follow 我哋嘅財務自由運動 FIRE 嘅話咧，其實呢一個嘅戶口咧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嘅尚方寶劍嚟噶。但係無論如何喺眾議院嘅版本入邊啦，佢哋提出咗好多去擴充呢一個 HSA 嘅計劃嘅措施，但係嚟到參議院嘅時候咧，大部分擴充嘅建議咧都係被刪除咗噶。呢一度當然就係有考慮到稅收嘅影響啦。但係總括嚟講啦，如果最後通過嘅係參議院嘅版本咧，HSA 咧將係會同而家嘅制度咧相差係無幾噶。而嚟到呢一度啦，如果你係有興趣繼續嘅去了解喺醫療方面眾議院同參議院版本之間嘅詳細嘅差異咧，我都非常建議你上 KFF 嘅網站上面睇一睇，佢哋有一頁咧係做得非常之好啦，去詳細嘅去說明清楚比較咗醫療白卡、Obamacare、紅藍卡同埋 HSA 嘅內容。呢度嘅資訊咧係可以幫助到你更加去全面理解各項政策實際嘅影響噶。跟住落嚟咧，我哋會繼續簡單嘅去介紹一下呢條法案對糧食券即係 SNAP 嘅影響。同頭先提到過嘅對醫療白卡嘅要求係睇齊噶，工作嘅要求嘅部分咧都進行咗收緊，包括咗年滿15歲或以上嘅子女嘅家長都係必須符合每一個月工作時數嘅要求。同埋根據我上一集提過嘅內容啦，新版本入邊咧 SNAP 唔再涵蓋部分嘅人群，包括住難民、
庇護身份嘅某啲嘅非公民等等。呢度仲係包括取消自動符合取暖與降溫津貼嘅資格，同埋將網絡嘅開支係排除喺你嘅住房嘅成本嘅計算之外啊。以及喺2028年起，州政府係需要承擔 SNAP 嘅開支入邊嘅5%到25%，呢個嘅比例係會取決於嗰個州之前嘅錯誤發放率。佢哋發放嘅錯誤越高咧，佢哋嘅州政府嘅負擔就會越大啦。亦都根據 CBO 嘅研究，淨係之前參議院嘅版本咧，就已經可以預測到喺未來10年之間，將會有超過320萬嘅人會失去或者減少原本佢哋有嘅糧食券嘅資助。而呢一度咧，仲有一個好有趣嘅細節㗎。以上一啲比較嚴格嘅規定咧，係唔適合美國本土以外嘅地區。呢度主要針對嘅咧，當然就係阿拉斯加同埋夏威夷啦。而其實呢一項嘅豁免咧，係有一個嘅政治嘅背景㗎，係為咗爭取阿拉斯加嘅參議員阿 Lisa Murkowski 嘅支持。咁今次嘅法案能夠喺參議院入邊順利嘅通過啦，佢嘅贊成票係起咗決定性嘅作用㗎。然後就嚟到好多嘅網友都好關心嘅問題，我哋美國嘅債務問題啊。咁喺呢條嘅新法案入邊啦，美國嘅債務上限咧將會直接嘅被上調5萬億元。呢個嘅金額之龐大咧，並唔單單係令到我哋參議院入邊最保守嘅共和黨嘅議員之一倒戈去反對啊，甚至咧就連我哋嘅全球首富啊馬斯克咧都要猛烈嘅去批評。佢就認為咁樣做咧，根本係一個極不負責任嘅財政嘅操作。而我哋上一集都提過啦，呢一條嘅法案預計係會為我哋美國政府帶嚟額外嘅3.3萬億嘅財政赤字啊。咁所以咧，如果有網友你係認為呢條嘅法案嘅目標咧，係為咗去減低我哋嘅赤字，去降低我哋嘅債務咧，咁就只能夠講啦，你係冇去睇過呢條法案嘅內容，亦都完全唔了解美國我哋目前啦真正面對嘅究竟係點樣嘅財政嘅現實啦。而關於財赤啦，即係我諗我哋喺片尾或者我哋下一集咧會詳細去講解噶。然後講到去稅務方面，亦都可以話係呢條嘅法案入邊最矚目嘅一部分啦。咁上一集我講好多嘢都係影響新移民啦。咁但係如果你唔係新移民嘅話咧，其實呢一部分咧有好多嘢咧，應該都係影響你最大噶啦。當然嘅，你話實際影響到你有幾多咧？咁就好視乎你係處於我哋美國究竟係邊一個嘅收入啦，或者資產嘅階層啦。如果你係屬於我哋美國嘅收入上面啦嘅平均線以下，咁亦即係話美國入邊最窮嘅嗰一半人啦。呢度我所講嘅財務嘅優惠咧，實際上對你嚟講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好大嘅關係噶。呢個法案最關鍵稅務嘅內容之一咧，當然就係維持我哋而家現有嘅聯邦所得稅嘅稅階啦，亦都係會將佢哋永久嘅保留。對於收入比較高嘅人啦，特別係年收入60幾萬以上嘅人啦，將係會繼續嘅適用唔多過37% 最高嘅呢個嘅稅率啦。而同時亦都係調整咗我哋嘅標準嘅免稅額 Standard Deduction， 由2017年特朗普當時嘅稅改嘅12000、24000提高到去15750同埋31500。而喺2025年到2028年期間，年長者咧將係可以暫時嘅獲得額外嘅6000蚊嘅扣除額，亦即係 deduction。如果大家係對特朗普當時提出過嘅政策係唔係好了解嘅話咧，其實呢一度6000蚊講緊咧，大概就係佢當時講過話去 no tax on social security 即係唔對呢個嘅社會安全金去徵稅啊。咁當然啦，你話6000蚊嘅 deduction 咧，同埋完全去即係免咗大家稅咧，係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啦。某個程度上咧，其實佢係背信咗棄義啦，即係背棄咗佢當時嘅選舉嘅承諾噶。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咁應該都會有一部分嘅人啦係會受惠噶。咁而係咩人咧？咁當然就係有錢嘅人啦。咁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係社會上面一個普通人啦，咁到你老嘅時候，你應該收入就比較少啦甚至冇收入啦，根本你就應該就冇乜話稅要交啦。所以咧，其實呢個嘅額外嘅 deduction 對於你嚟講啦，或者大部分人嚟講咧，基本上咧係冇乜用噶。咁反而咧就係會益咗啲譬如你話退休之後咧，仍然有好多被動收入嘅人或者可能你有10間屋去收緊租啦，或者你買好多股票去收 dividend 啦等等啦
咁即係我哋社會上面都過得比較好嘅一群啦嚇，咁佢哋先係會受惠㗎。咁另外啦，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話啦，兒童嘅稅務抵免 Child Tax Credit 啦，都係會從而家每一個小朋友咧2000蚊永久嘅提升到去2200蚊。而此外，而家有嘅遺產稅同埋贈與稅嘅上限啦，同埋房貸嘅利息啊，呢度係講緊係嗰個嘅房貸係唔超過75萬嘅嗰部分啊，都將會繼續保留，等大家可以做 deduction 噶。咁然後我哋就講下嗰個州同地方稅 SALT 嘅扣除嘅呢個問題啊。咁呢一個咧亦都係當初眾議院辯論嘅時候咧一個爭議比較大嘅地方。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都想花多少少嘅時間同大家去解釋。嗱，咁喺原本特朗普嘅稅改嘅時候啦，呢個嘅 SALT 嘅上限咧係10000蚊，而喺新嘅法案之下咧係會提議大幅嘅升到去40000蚊。咁再一次嘅強調啊，如果你係屬於社會上最底層嘅人咧，呢一個嘅 deduction 咧，基本上對於你嚟講咧係冇乜關係噶。我哋舉一個嘅簡單嘅例子啊，假設一個年薪有20萬嘅專業人士，佢可以選擇用一個嘅 standard deduction 或者係 itemized deduction 去扣稅噶。咁而啱啱提到將來嘅 standard deduction 咧係會加到15750蚊。咁但係對於呢一個例子入邊呢啲收入比較高嘅人嚟講啦，通常嚟講佢哋都係會揀 itemized deduction 噶。包括住可能佢哋有啲嘅房貸嘅利息啦，佢哋平時會捐錢啦，或者去返教會有捐獻啦、地稅啦、州稅啦等等，都係可以攞嚟去抵佢自己嘅 taxable income 噶。而你要用到呢一個嘅 deduction 咧，其中咧其實佢有包括兩個部分噶。一係咧你就用你所交過嘅地稅 property tax 啦，加埋另一部分咧，你可以揀一係銷售稅啦，又或者係你嘅 state income tax 其中一樣啦，你揀一樣啦嚇，就唔能夠兩樣一齊用噶。咁如果有觀眾咧，你係住咗喺美國好多年嘅啦，咁你應該都仲記得喺2017年稅改當年第一次特朗普稅改之前咧，嗰個報稅嘅方法咪同而家有少少個分別嘅。當時嗰個 standard deduction 就冇而家咁高啦。而當年咧仲有一個叫做 personal exemption 噶。咁所以咧，當年就有好多人咧，即係我都係啦，即係會用呢個嘅 itemized deduction，唔係 standard deduction 噶。而因為即係你可以扣稅嘅呢個 deduction 多少少啊嘛，你可以扣今日我哋講到嘅 SALT 啦，你可以扣你房貸嘅利息啦，你可能捐錢等等啊嘛。我亦都仲記得啦，即係嗰陣時咧，我報稅之前咧，即係4月之前咧，我都係會攞翻成箱嘅單出嚟啦，就睇一睇上面嗰個單入邊，即係入邊有寫你交幾多個銷售稅噶嘛。夾埋埋咧，究竟個金額有幾多啊？因為如果你話全年你交過嘅銷售稅咧係高過你要交嘅 state income tax 嘅話咧，咁咧我就會用呢個嘅即係嘅 sales tax 咧去抵我嘅 taxable income 啦。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呢個 SALT 其中一樣啦，你可以去用嘅方式啦。但係當然對於大部分嘅人嚟講啦，除非你今年你嘅消費係特別高啦嚇，你買咗好多嘢啦，否則嘅話咧，最常見嘅組合咧都係應該係選擇你嘅 property tax 加埋你嘅 state income tax 噶。我假設呢一個人咧喺洛杉磯係擁有一棟價值100萬嘅屋，地稅假設係1.25% 啦。佢每年要交地稅咧就係12500蚊。而如果佢嘅年收入係20萬嘅話，佢嘅加州稅大概就係15000蚊啦。呢兩項加埋起嚟咧就係27500蚊。喺法案通過之前嘅而家啦，呢個嘅扣除額咧嘅上限係10000蚊。所以咧呢度頂多咧都係扣佢1萬嘅啫。但係如果呢個嘅新法案呢個嘅提議通過之後咧，呢個嘅上限係會提升到去4萬蚊噶。所以咧佢將來咧係可以完全嘅去扣除呢度嘅27500蚊。而再進一步啦，如果佢有一筆嘅假設你100萬嘅屋，我假設佢有80萬嘅房貸啦。根據法案嘅規定，其中就只有最多75萬嘅貸款嘅利息咧係可以扣稅。我哋假設呢度嘅利率係6厘啊。咁咧，佢就可以扣除呢度嘅利息，大概係45000蚊。將呢兩樣嘢夾埋埋，我唔理佢有冇其他嘅 itemized deduction 啦，佢都係可以喺佢20萬嘅年收入入邊啦，扣咗高達72500蚊嘅收入。你咁樣睇落去係咪好誇張咧？呢一個就係點解高收入嘅人士咧，點解咁特別關注呢一部分稅務嘅內容啦？然後啦，上一集嘅片尾我咪有提過一項嘅稅務嘅優惠嘅 QBI。Qualified Business Income 合資格嘅商業收入嘅稅率啦。眾議院原本嘅提案入邊啦，佢就將呢個嘅 QBI 免稅嘅比率咧由2成升到去3成。
但係到咗參議院咧，卻係將呢個嘅減稅嘅優惠咧完全去取消。不過啦，參議院咧都做咗少少嘅微調嘅，佢係針對住某啲嘅服務嘅行業嗰個嘅 phase in 嘅 range，由原本嘅5萬、10萬提升到去7.5萬同15萬。咁啊，對於我嘅觀眾群咧，我估應該有100個人入邊咧都冇一個人係有呢方面嘅需要噶啦。咁但係簡單嚟講啦，就係如果你喺一個咁少數嘅群體入邊啦，你係可以賺多啲錢，都仍然可以保住呢一個嘅減稅嘅資格。而仲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新條款啦，咁就係只要你有每年最少有1000蚊嘅合資格嘅商業嘅收入咧，你都係可以獲得最少400蚊嘅呢個 deduction 噶。咁所以 Tommy 都喺度建議大家啦嚇，未來嘅幾年啦嚇，如果你能夠嘅話啦嚇，就賺多啲嘅外快啦嚇。無論你話出去執下鋁罐啦、執下膠樽啦嚇、擺下地攤啦嚇、賣二手貨都好啦，係嘛？咁啊都可能係會呢個嘅 deduction 係益到你嘅嚇。咁啊，然後啦，上一集咪有提過一個針對非公民匯款去其他國家嘅新稅嘅。咁啊，呢一條嘅條款咧係主要針對一啲可能需要去匯款翻鄉下嘅一啲即係冇公民身份嘅居民啦。咁啊喺眾議院嘅版本入邊啦，原本係建議去徵收一個3.5% 嘅稅㗎。咁但係參議院咧，最後將佢拉低為1%。然後跟住落嚟有好多人都好關注嘅小費免稅嘅政策。由2025年到2028年，小費將會暫時嘅免稅。條件係咁樣㗎。如果你嘅 MAGI margin 係少過15萬、30萬，你就可以有最多25000蚊小費嘅收入咧，都唔需要交稅。而如果你超過呢個嘅收入咧，就每多1000蚊咧，就減你100蚊嘅 deduction 啦。咁啊，同一時間加班費咧，亦都係會暫時嘅免稅。上限係12500單人同埋25000蚊雙人，收入嘅門檻同小費嘅免稅咧係大概一致噶。最後有關於去買新車第一次嘅汽車貸款嘅一個扣稅嘅地方，如果你買嘅新車嗰個嘅貸款嘅利息係低過1萬蚊嘅，而你嘅年收入係唔超過10萬、20萬，你就可以扣除相關嘅利息。當你超過咗呢個收入嘅門檻之後咧，每多出1000，你嘅 deduction 就會減少200蚊。咁啊，呢度3個嘅措施雖然你話係暫時性啦，咁但係都要公道少少去講句啦，都算係特朗普總統佢係兌現咗佢嘅競選時候嘅承諾。咁亦都係當然嘅，你話呢啲嘅小恩小惠，究竟幫唔幫到呢一度階層嘅人呢？咁呢一度我哋下一集咧再同大家去詳細去解釋啊。然後就嚟到另外一個嘅章節，替代燃料與再生能源。咁啊，上一集我咪同大家提到過，喺眾議院版本入邊係曾經建議針對擁有混能同埋電動車嘅車主，每年徵收100到250蚊嘅登記費用嘅。咁但係呢項嘅建議啦，嚟到參議院咧，卻係俾人取消咗噶。咁啊，嗰個原因咧就並唔係話共和黨嘅議員突然間良心發現啊，而係佢哋知道咗，如果要喺聯邦嘅政府入邊去獨立設立一個嘅機構，專門去收呢個嘅費用嘅話咧，喺行政嘅成本上面咧，根本係得不償失噶。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你喺美國即係有一架車，你去登記嗰個車啦，嗰啲嘅費用其實本身咧係要交俾州政府噶。咁啊喺我哋加州啊，當然就係交俾 DMV 啦。咁啊，所以咧，與其即係你話喺聯邦嗰度整多個 DMV 出嚟咧，不如即係直情唔好收呢個錢係嘛？你收唔翻成本噶。咁啊，然後跟住落嚟啦，都係一個比較重大嘅消息啦。咁就係從今年25年嘅10月起啦，將會全面取消拜登政府推出嘅電動車抵稅優惠。咁亦即係話啦，你買新嘅電車咧，唔會再享有7500蚊嘅 tax credit；買二手車咧，亦都唔會有4000蚊嘅 tax credit。而從下年26年起啦，亦都將係會取消另外一項重要嘅再生能源補貼，就係針對大家家用嘅太陽能板，原本嘅嗰個30% 嘅 tax credit 咧，都係會全面取消。咁啊，我諗大家睇緊呢個嘅頻道嘅加州觀眾啦，喺2年前應該都睇過我一條片，係呼籲當時嘅大家要裝太陽能板。咁而到咗今日啦，我亦都可以同大家去講啦，喺我可以預見嘅20年之間咧，我都係唔需要向電力公司交1毫子嘅電費噶。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你而家仲係處於即係你裝定係唔裝之間啦，咁呢度咧你都仲有幾個月嘅時間，你就自己去諗一諗啦。而大家都知道啦，呢啲嘅政策嘅取消咧，將係會對美國嘅再生能源同埋電動車嘅產業帶嚟重創。
唔少相關嘅企業咧，亦都可能係因為咁樣無法繼續嘅維持營運。但係無論如何啦，選舉係有代價㗎，政策亦都係會帶嚟唔同嘅後果。咁所以都好希望大家喺將來嘅日子，每一次嘅投票嘅時候，都好好思考一下點樣去做好一個好嘅選擇。而到咗好多家長都好關心嘅一點，教育喺參議院嘅版本入邊取消咗原本好多眾議院版本對教育開支嘅削減。我諗呢一度都算係對各位嘅家長一個比較好嘅消息。例如上一集我提過，眾議院嘅版本啦，入邊係提出過對大學嘅貸款新增一個5萬元嘅貸款上限，但嚟到參議院嘅版本呢個嘅上限咧係完全被取消噶。咁亦即係話啦，未來你嘅小朋友如果仲係想上大學嘅話咧，貸款嘅機會依然都係存在噶。不過啦，參議院咧都係做咗一啲嘅改動噶，取消部分對研究生嘅貸款嘅支援，並針對唔同嘅項目設定更高嘅限制。呢一度係會對各位如果係計劃將來去進修碩士或者博士嘅學生嚟講啦，影響係幾大噶。仲有去減少可以選擇嘅還款嘅計劃，到只有2種。而有關於聯邦學生資助，之前提過嘅 Pell Grant， 本來眾議院嘅版本入邊有好多個提議，例如有一個咧係去改變嗰個嘅半職同埋全職學生嘅定義，令到佢哋攞少啲，甚至係攞唔到資助等等。但呢啲嘅建議最後都係冇納入呢一個嘅版本入邊噶，但係都係對一啲嘅收入嘅群體嘅學生咧進行咗一定程度嘅削減。將來呢一個嘅法案真係通過嘅話咧，我就再開一集同大家講一講究竟點樣去計相關嘅資助啊。另外就係有好多嘅家長都好有興趣嘅529嘅教育儲蓄戶口。嗱，如果各位觀眾咧，你仲係唔係好清楚529係乜嘢嚟啦，都好希望你可以睇翻之前我嘅嗰一集啊，嗰度係有詳細解釋噶。咁但係簡單嚟講啦，呢一度咧就係俾你將一啲你已經交咗稅嘅一啲嘅收入咧，抌入去一個專門係攞嚟儲錢啊，俾起你哋嘅小朋友將來係用嚟做教育嘅用途嘅戶口啦。咁而入邊呢個戶口入邊嘅錢咧，就係可以免稅嘅咁嘅增值，咁啊將來佢哋真係要讀大學嘅時候咧，就可以攞翻出嚟用噶啦。喺新法案入邊，將529嘅使用嘅範圍擴大到去 K-12 嘅教育，亦即係話由幼稚園到高中嘅教育嘅支出，都係可以用呢個529嘅錢嚟去俾噶。咁但係啦，眾議院原本有一個嘅建議噶，係允許家長將呢啲嘅錢咧用嚟去支付一個家庭嘅學習，即係 homeschooling 嘅費用。呢一點咧係喺參議院嘅版本入邊咧係俾人 delete 咗噶。咁啊，可能有住喺美國以外嘅觀眾，你會問啦，喂，跟住 Tommy，你點解喺美國即係讀書，即係你話讀公立學校啦，都係免費噶啦，點解仲會有人係會自己揞荷包送啲學生去上私校，甚或之啊，即係留喺佢哋喺屋企自己去教佢哋即係 homeschooling 咧？咁啊，其實咧呢一個咧係同我哋而家美國嘅政治嘅即係個格局啦，政治嘅對立係好有關係嘅。咁啊，近10零年間啦嚇，咁啊共和黨嗰一邊咧，尤其係喺個比較保守嘅嗰一派啦，不斷去強調我哋啲公立學校咧就係俾啲嘅即係左膠啦、左翼啦係嘛、左校啦嚇、左媒啦、左乜都好啦係嘛，即係佢哋洗腦教育啊嘛係嘛，咁啊批評啲學校即係嗰啲教授啦，即係啊即係教啲嘢唔啱啦係咪？咁啊結果就做到好多一啲嘅保守派嘅家庭啦，就將呢個小朋友掟咗去呢啲嘅私立學校啊，甚至更加進一步嘅喺屋企自己教小朋友。咁而大家可能聽落去應該都唔係影響到大家華人啦，畢竟華人都好重視教育噶。咁但係好可惜地啦嚇，我諗我哋好多朋友身邊咧都係有好多華人嘅家庭咧，係會認為佢哋自己啊，以佢哋自己嘅知識啦，覺得係教得好過俾學校啊，好過嗰啲老師噶嚇。咁甚至有啲即係好極端嘅情況啦嚇，就係有啲嘅家長係會將啲小朋友鎖喺自己屋企，鎖喺自己嘅地庫噶喎，OK？咁所以咧，你話原本即係眾議院版本入邊啦，係希望去允許啲嘅家長用529嘅資金啊，攞嚟俾佢哋買啲器材啦，買啲嘅設備啦。畢竟你鎖一個小朋友喺 basement，你都要買個鎖噶。咁啊，即係推動呢啲 homeschooling 呢件事咧，其實就係想去討好呢一班即係共和黨比較保守少嘅選民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嚇，咁啊去到參議院嘅時候咧，最後都係 delete 咗呢一 part 噶。然後嚟到國防同埋移民嘅章節。咁喺呢一度咧，其實都係呢個法案其中影響都係比較深遠，但係冇咩人講嘅部分啦。咁啊，上一集我提過啦，大家係要申請政治庇護嘅話咧，嗰個申請費將會上升。而家參議院嘅版本入邊咧，
係會將呢個嘅費用由原本眾議院版本入邊所寫嘅1000蚊降低到去100蚊起碼都合理少少嘅。但係唔設呢個嘅豁免機制㗎。而申請或者去延續申請呢個嘅工作證，亦即係我啲嘅網友所稱嘅 EAD 嘅工卡啦嘅申請費咧，係每一次550蚊，亦都係唔設豁免機制。申請之後咧，嗰個嘅有效期由原本嘅2年下降到只有半年，亦即係話啦嚇，逼大家續期嘅時候咧，再一次去交呢個嘅550蚊嘅費用。綠卡要去申請咧，嗰個嘅費用上調到去1500蚊。連帶申請 I-601嘅表格，亦即係話例如你係曾經非法入境美國嘅話咧，你係需要申請呢個嘅豁免，先能夠去攞嗰個嘅綠卡。呢度嘅費用咧係1050蚊。法案入邊啦，仲有好多其他嘅費用都會升噶。包括一個證明入境出境嘅記錄嘅 I-94嘅表格咧，將會收翻大家24蚊。呢度咧我就唔一一詳述啦。而當然啦，法案咧亦都係增加咗其他同呢啲簽證無關嘅費用，例如法庭嘅費用啦，同埋其他林林總總嘅罰款。呢啲所有嘅費用同埋罰款咧，如果大家加埋一齊嘅話咧，都算係成個法案入邊增加聯邦呢個嘅國庫嘅收入最多嘅一部分嚟噶。然後咧，我哋會嚟講一講有關於移民局執法方面嘅修訂啊。我哋嘅副總統最近又唔知做乜鬼啦可能同阿馬斯克借啲藥嚟吸啊，又或者突然間佢嘅靈光乍現啦，居然佢喺網上面 X 咧發表咗呢一篇咁嘅貼文，佢就話啦，其他嘅一切，不論係 CBO 嘅評分、預算嘅基線、醫療補助嘅削減，同 ICE 同埋移民政策嘅條款去相比咧，都只係一啲無關緊要嘅細節。佢呢句嘅說話一出咧，當然有好多民主黨嘅人咧都批評佢為冷血、無情、無恥啦。畢竟我哋講到去1700萬人係冇咗醫療嘅保險，竟然喺佢眼中咧，呢啲都係一啲好 immaterial 嘅細節。咁但係講翻轉頭啦，其實佢咁樣講咧都唔係話完全冇道理嘅，因為佢自己係心知肚明。呢一次嘅法案咧，其實做咁多嘅煙幕入邊啦，其實有一部分好重要嘅部分咧，係有好多人係冇討論過噶，咁就係邊境嘅政策啊。大家應該都有睇到啦，即係我哋近來即係喺洛杉磯呢一度，即係聯邦移民局 ICE 都有好大規模嘅執法啦，喺光天化日之下去蒙面嘅去拉一啲嘅都唔知係咪移民啦。嗰啲嘅畫面係好震撼噶，亦都係令到好多人好不安。但係然後有好多人都會問喂，咁其實 ICE 點解可以有咁多嘅經費即係走嚟去拉人呢？而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要睇嘅呢啲嘅細節。根據媒體嘅報道啦，ICE 咧其實係因為近來呢啲嘅大抓捕嘅行動，截至今年以嚟啦，已經超支起碼10億以上噶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而家咧係非常急需新嘅資金嚟令到佢哋繼續嘅去擴大呢啲嘅拘捕嘅行動。而呢一度咧，其實都連結翻，即係之前同大家講過啦，特朗普嗰個嘅即係 flood the zone，即係呢啲嘅政治嘅操弄啦。即係啱啱喺 LA 你先搞完大抓捕，然後咧屈尾十咧你就去咗伊朗搞另外一件嘅大龍鳳啦。然後大家即係唞唔過氣嘅時候咧，你又即刻跳翻嚟呢個嘅法案然後就要咁急幾日之內要通過。咁所以之前 Simon 都講得冇錯噶，因為呢個 project 2025嗰啲係真係真嘅，原來。真係迅雷不及掩耳咁樣去要令到你哋冇時間去反應。而家咧，當我哋仲喺度爭論緊呢啲嘅醫療白卡你話我哋嘅學生貸款等等啦，只要呢一個法案一通過咧，去大幅嘅增加對 ICE 嘅撥款之後咧，其實你話大抓捕嘅程度咧，係會將會喺我哋而家嘅即係睇到嘅情況之上咧10級以上啊！白紙黑字嘅寫喺法案入邊嘅撥款項目，包括住用466億去起新嘅邊境圍牆，450億去起新嘅監禁設施，300億去直接撥俾 ICE 作為執法行動嘅經費，130億撥俾州政府同埋地方政府去協助呢啲嘅邊境嘅防衛，其他仲包括 DHS、CBP 等等嘅機構額外嘅預算，呢個夾埋埋咧，其實大概係有1700幾億噶。而呢一度嘅提議啦，其中我就諗到一啲係有關於呢個頻道一部分嘅觀眾啦。
咁就係特朗普以前嘅第一個任期入邊咧，佢以行政嘅手段推行所謂嘅留喺墨西哥嘅政策 （Remain in Mexico）。呢一個嘅政策咧，將會被呢個嘅法案去寫入去法律入邊。換句話說啦，如果你係喺墨西哥或者喺加拿大入嚟美國嘅人咧，你想申請政治庇護，你都會俾人捉咗，然後遣送去美國境外繼續去等待審理。而對於法律界人士比較憂心嘅一個提議咧，就係將來喺驅逐外國人嘅程序之中咧，只要被當局定性佢哋為罪犯咧，就唔再需要經過法庭嘅審理，即刻可以去快速遣返 （expedited removal）。咁當然呢一度參議院嘅版本咧，係取消咗原來眾議院版本入邊可以快速去遣返留喺美國多過2年嘅人。而喺國防方面請原諒我都要輕描淡寫一下啦。呢度將會使用1500億用於造船、建設、飛彈防衛等等嘅用途。但係相比起頭先我哋啱啱提到過嘅所謂嘅邊境防禦咧，嗰度嘅1700幾億啦，其實國防嘅預算你話1500億咧，好似睇落去就好似唔係話一個咁大嘅數目喎。咁呢個嘅法案嘅內容當然就係非常之龐大啦。我當然亦都係冇乜可能喺一個咁短嘅時間同大家將所有嘅細節一一嘅分享。以上咧只係我自己啦，認為對於我啦，或者我身邊嘅朋友或者網友你哋啦嘅影響比較大嘅一啲嘅章節。咁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呢啲嘅法案啦，對大家自身實際嘅影響。咁畢竟啦，而家有太多嘅人根本連呢個法案都冇睇過，就直接因為佢哋透過一啲嘅政黨、一啲嘅傳媒、一啲嘅語言嘅藝術，就達到咗一定程度嘅結論，最後會點啊？最後咪佢哋啲人自討苦吃咯。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啦，我都好建議你哋咧係去睇一睇《紐約時報》有一頁。咁當然啦，你話佢哋嘅數字有啲嘅出入嚇。咁畢竟唔同嘅媒體佢哋嘅加埋啲數字嘅方法咧有少少唔同，但係佢專門列出咗呢個法案入邊所有對國家開支嘅部分咧，都係做得好好噶，令到大家咧可以好簡單嘅去理解每一項嘅提議嘅成本，或者佢哋能夠慳到我哋嘅錢。咁當然啦，同上一集嘅呼籲係一樣噶。雖然而家睇落去啦，嗰個機會就比較渺茫啦。畢竟共和黨喺眾議院嗰度都係扮一扮啦，即係同阿特朗普係拗一拗啦，係嘛，即係拗翻啲着數咁樣啦，係嘛。佢最後都係要跪低嘅。咁但係而家即係都仲有少少嘅時間啦嚇。咁我都希望大家喺法案通過之前啦，起碼你都即係盡你嘅能力啦，表達你嘅意見，用你任何嘅方式去聯絡你當區嘅參議員或者眾議員。咁都好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收睇啦。咁我都希望如果即係今集嘅內容係幫到你咧，我都會希望你可以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啦。咁我哋就下一集繼續去講即係關於呢個嘅法案一啲嘅政治嘅討論啊。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